全世界至少有5位顶级预言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锁定在同一片海域，那就是台湾周边的水域。更离奇的是，他们当中有人早在10年前就写下了警告，有人靠着古印度棕榈叶手稿读出了未来，还有人在500年前用晦涩的4行诗留下密码。而如今，这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传统的预言线索，竟像拼图一样慢慢拼合在一起，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同一个地理坐标。你说巧合？也许吧，但当巧合多到一定程度，它就不再只是巧合了。而更诡异的是，2026年才过了不到3个月，这些预言中的好几项已经开始一一兑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了，荷姆兹海峡封锁了，全球油价暴涨了，股市崩盘了。这些还不够吗？接下来预言指向的方向更加惊人，而且和我们台湾息息相关。我们先从最轰动的那位开始说起，他叫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自称末日先知，也被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这个人的来头不小，他从事灵媒工作超过30年，经常上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 YouTube 频道有超过23万订阅者。他声称自己在2016年就预测了川普当选总统，后来又预测了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爆发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当然，怀疑论者会说这些都是事后包装，但他确实留下了不少有时间戳的公开记录。帕克的预言方法很特别，他不只靠自己的通灵能力，还大量参考一种叫做纳迪叶占卜的古印度预言传统。纳迪叶是什么？它是一批据称有2000年历史的棕榈叶手稿，上面用古塔米尔语记录着人类未来的重大事件。在印度南部，有专门的纳迪占卜师负责阅读和解译这些叶片。帕克声称自己多次前往印度，亲自请占卜师为他解读关于全球未来的纳迪叶讯息。好，背景介绍完毕，我们直接进入惊悚的预言内容。帕克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宇宙的讯息》，里面白纸黑字写着，他透过纳迪叶占卜看见了一个国家将被巨大的毒气云吞噬。10年过去了，他终于在2026年初揭晓谜底，那个国家是日本，时间大约在8月。他说，在我最近一次的纳迪占卜中，进一步的资讯浮现出来，确认了日本是最可能的地点，大约时间就在2026年8月。我们甚至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位置，在日本北部。这段话有3个关键资讯：日本、8月、北部。帕克还暗示，这场灾难可能不完全是天然的。他问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某种炸弹被用来加剧气体云或火山活动？那就意味着一种隐蔽形式的攻击。也就是说，帕克怀疑有人可能会利用人为手段触发自然灾害，让它看起来像是天灾而非军事行动。这种概念在军事圈里有个专有名词叫灰色地带操作。它的可怕之处在于，你无法清楚界定这究竟是敌人的攻击还是老天爷的脾气。你以为帕克只预测了日本吗？不，他在同一系列预言中明确提到了台湾。他的原话是，重申我当时所说的，我感觉到会有一场重大的全球冲突，很可能涉及台湾。现在看来，它可以是任何全球冲突。我知道很多人批评这个说法，说你不可能有第3个任期，因为这写在宪法里。但谁知道呢？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了。帕克指出，中国最近清洗了大量军方将领，换上了一批更加鹰派的新领导层。他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引发政治动荡，这将主导2026年的全球关注焦点。他进一步警告，中国和俄罗斯将建立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帕克说，他早在2015年就看到了这个画面，那时候这看起来不可能，因为他们当时根本不友好，但我看到了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美国，所以这就是我现在看到的吗？还是可能涉及伊朗？我的感觉是，在那段时期，2026年将出现许多冲突，但真正让人发毛的是帕克给出的具体日期。根据台湾媒体新头壳的详细报道，帕克明确指出，2026年3月15日之后，世界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3月25日，太阳与土星合相，将成为重要的冲突触发点。他说，届时大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会威胁并监禁较小国家的领导人，甚至发生杀害行动。停一下，3月25日之后的冲突触发，让我提醒你一个事实，
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国和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攻击中身亡。帕克提前预测了对伊朗的精确打击和领导人的死亡，甚至连时间都只差了几天。这不是模糊的意象，这是精确到让人发麻的预测。而帕克的时间表还没完，他进一步指出，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是一段极度危险的周期。他特别强调了8月12日这个日子，因为那天是新月之夜，木星、太阳与月亮同时聚集在巨蟹座。帕克说，这个天象组合将成为一个必须多加小心的时间触发点。而在8月12日前后，还有多位国际占星师指出，8月中旬到下旬有一次罕见的日月食组合落在狮子座。历史上这类天象常常对应地缘政治的剧烈震荡，某些灵媒社群更直接将8月19日前后描述为爆炸性的时间节点。4月小心，8月爆炸。帕克的时间框架清清楚楚。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在占星学界被视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交汇，这个天象大约每36年才发生一次。上一次发生是在1989年，那一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整个世界秩序被重新改写。占星师们将白羊座0度称为重启和重新开始的度数，而土星代表结构和限制，海王星代表幻觉和觉醒。当这两颗行星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位置交汇时，它被解读为旧体制崩塌、新秩序诞生的宇宙信号。你不一定要相信占星术，但你不得不承认一个有趣的巧合。每当这个天象出现的前后几年，世界确实都经历了剧烈的结构性变革。1953年前后是韩战结束和冷战格局的确立，1989年前后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的开始。如果这个规律再次生效，那么2026年前后，我们很可能正站在又一次世界秩序重组的门槛上。好，现在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人的胡言乱语，对吧？那我们换一位，把时间往回拉500年，拉到法国的一个小镇，那里住着一位失去妻儿的医生兼占星师，名叫诺查丹马斯。诺查丹马斯全名米歇尔·德诺斯特达姆，1503年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死于瘟疫，身为医生却救不了自己的家人，这个打击彻底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此后他开始沉浸于占星术和预言之中，在1555年出版了那本改变世界的百诗集。这本书用接近1000首晦涩的4行诗，描绘了人类未来的战争、瘟疫、天灾和政治动荡，至今仍是全球销量最高的预言类著作之一。每逢新年，全球的诺查丹马斯研究者都有一个传统，去百诗集里找编号和当年年份尾数相同的诗句来对照。2026年，他们翻到了几首编号带26的4行诗，然后就炸锅了。最引人注目的是第7世纪第26首，上面写着：小船与桨帆船环绕7艘船，致命战争将被引爆。7艘船，致命战争，海上冲突。分析家们立刻联想到了南海，因为如果你数一数在南海及周边海域拥有主权重叠声索的国家和地区，恰好是7个：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印尼、菲律宾。诺查丹马斯诗中的小船在原文中用的是 foist 这个古英语词，指的是一种适合浅水区域航行的轻型快速船只，而 galley 则是由桨手驱动的大型战船。有人认为小船可以对应现代的海警船和渔船，而大战船则对应军舰。在南海，这种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中国海警船和菲律宾的渔船在黄岩岛和仁爱礁对峙，背后是彼此的海军在远处虎视眈眈。500年前的那位法国先知似乎早就看见了这幅画面。还有第1世纪第26首，伟大之人将在白昼被雷击击倒，这被解读为某位重要政治领袖可能遭到突然的打击或刺杀。而第2世纪第26首提到提契诺将血流成河。提契诺是瑞士南部一个以和平著称的地区，有人将血解读为字面意义的冲突蔓延到中立国，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暗指当地蓬勃发展的脐带血干细胞保存技术。而第3世纪第26首警告，他们将制造国王和王子的偶像，
有人认为这指的就是当今美国政治中对某位领导人的偶像崇拜现象。你说这是牵强附会？没关系，我们继续。第3位登场的是大名鼎鼎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她的全名是凡格利亚·潘杰瓦·古什杰洛娃，1911年出生在保加利亚，12岁时在一场龙卷风中失去了视力，但她声称从此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能力。在她1996年去世之前，留下了大量口述的预言，被他的追随者和助手记录下来。巴巴万加的追随者们声称他曾精准预测911事件，他的原话被转述为美国的兄弟将在钢铁之鸟的攻击下倒下。他们也说他预测了戴安娜王妃的死亡、英国脱欧以及新冠疫情。当然，这些准确的预测大多是事后被匹配上去的，原始文献的可靠性一直备受质疑。但不管学术界怎么看，巴巴万加在全球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力是不争的事实。每年年底，他的预言都会被全球媒体翻出来炒作一番。那么，巴巴万加对2026年说了什么？他的追随者们整理出几个核心预言。第一，一场战争将从东方开始，并向西方蔓延，西方将会衰落，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将崛起成为世界级领导人。第二，台湾、东欧、美、中、俄三方的角力都是这场风暴的引爆点。第三，人工智慧将在2026年达到一个临界点，开始控制人类的日常生活。第四，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将改变地球 7%到8% 的地貌，包括地震、火山爆发和洪水。第五，人类将在2026年11月首次与外星生命发生正式接触，可能涉及一艘大型太空飞行器接近地球。先不管外星人的事，我们聚焦在前4点，注意它的核心叙事从东方开始。东方是哪里？摊开世界地图，台湾海峡恰恰就在东方最敏感的神经线上。而就在2025年底，台湾的《镜周刊》就以2026年报致命海战，预言点名台湾为标题，把诺查丹马斯和巴巴万加的预言并列报道，引发了一波讨论热潮。另一家台湾媒体雅虎新闻更是直接用2026年末日预言再起，盲眼龙婆惊爆台海终局作为标题，文中详细分析了龙婆预言与当前台海局势的对应关系。除了以上5位主要的预言家之外，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声音。英国灵媒网站通灵世界集合了旗下多位灵媒和占星师的看法，他们特别指出2026年8月的日月食将带来巨大的波动性，不仅在金融市场，也在地缘政治领域。他们甚至预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出现一匹黑马首次夺冠，而决赛当天恰好受到天王星与冥王星3分相的影响。历史上这个天象对应的是颠覆和革命，而那位英国灵媒网站上的中国问题预言更是直白，我预感中国将爆发一场革命，导火索是台湾周边海域的某个事件。这场革命加上更多的环境灾难，将点燃中国内部的火药桶，香港、蒙古和与日本有争议的水域将成为爆发点。这段话最初写于2012年，2018年更新时标注香港的骚乱在2014年已经发生。2017年和2018年我们看到了争议岛屿的军事化，到了2026年，这段预言又被翻了出来。印度的少年占星师阿南德也在亚洲区块链高峰会前的访问中，针对南海在2025到2026年的风险做出了3大预测。第一，该区域有机会爆发区域冲突。第二，会发生与水相关的天灾。第三，可能出现类似种族灭绝的事件。它的依据是土星和月球北焦点的汇合，在占星学中象征着与水有关的巨变。阿南德说，南海地区可能会发生地震或海啸等重大天灾，而台湾前中央气象局地震预报主任也分析过，该地区在未来30年发生规模8到9的超级地震概率高达 80%。 你看，无论是西方的灵媒、东方的占星师，还是正统的地震科学家，他们的警告都指向同一片水域，台湾周边、南海以及日本南方。好，现在让我们把视角从神秘学转向现实世界，因为真正可怕的不是预言本身，而是现实正在以一种诡异的方式朝着预言描述的方向滑去。2026年2月28日凌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以军行动代号为咆哮雄狮，攻击目标涵盖伊朗的军事设施、飞弹能力、
以及部分政府和情报指挥体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陆军司令、国防部长等多名军事高层在攻击中身亡。3月1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证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攻击中丧生。伊朗随即展开反击，目标遍及该区域的美国基地、以色列以及海湾国家。荷姆兹海峡被伊朗宣布为战时禁航区，全球 30% 的海运石油贸易瞬间瘫痪，油价一度飙破每桶120美元。台股在3月9日暴跌近1500点，创下历史第4大跌幅。隔天台积电和鸿海等全指股反弹，但整体市场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而就在你看这支影片的今天，美伊战争已经进入第23天，川普刚刚对伊朗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发电厂。伊朗的回应是，如果你炸我的发电厂，我就打击你在整个中东的所有基础设施。22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并表示愿意出力护航。局势正在以每小时为单位急速恶化。退役将领张延廷在媒体上直言，3月底不可能结束，这不只是时程的延误，更是一个深层的战略警讯。伊朗凭借山地地形、不对称作战能力和代理人网路，硬是把美军拖入了消耗战。每一枚伊朗发射的低成本无人机或集束弹药大约只要1万美元，而美军用来拦截它的高端防空飞弹要花上100万美元，防御的成本高出攻击100倍。这场战争正在以一种美国始料未及的方式消耗着超级大国的军事储备和财政预算。更关键的是，以色列方面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讯号。据报道，以色列已经向美国通报，其弹道飞弹拦截系统的库存已经严重不足。伊朗持续向飞弹加装集束弹头，进一步加速了拦截弹药的消耗。一位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这是我们预期并预见到的情况。但他同时强调，美国自身的拦截弹库存还算充足。然而外界更担心的是，如果这场中东战争持续下去，美国的整体军事资源会不会被消耗到影响其在其他战区的威慑能力？这就直接关系到台湾了。而且不只是军事层面，在经济层面，这场中东战争正在引发一场全球性的2次通膨海啸。2026年原本是各国刚从2022到2023年通膨阴影中走出的复苏期，结果高昂的能源价格把物价重新推高，同时又打击了消费和投资，形成了经济学家最害怕的停滞性通膨。对全球央行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升息会让脆弱的经济进入衰退，不升息又会让通膨失控。台湾的处境尤其微妙。一方面，台湾的电子产业在2025年表现亮眼，资讯电子工业对经济成长的贡献率高达 85%， 半导体出口金额达到惊人的数字。但另一方面，传统制造业如石化、钢铁、纺织等正在承受美国关税和中国产能过剩的双重压力。如果美伊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持续恶化，台湾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也将面临电力成本飙升的压力，更不用说那些已经在苦苦挣扎的传统产业了。有人形容台湾现在的处境就像站在一座冰山的顶端，上面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底下的裂缝正在一条一条的扩大。那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了，至少有4个层面。第一层，能源生死线。台湾是一个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岛屿经济体，我们的天然气和原油有相当比例需要经过荷姆兹海峡运输。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 80% 的石油进口来自波斯湾。如果海峡封锁持续，这些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只够撑90到120天，之后就会出现工业减产、电价暴涨、化肥短缺引发的粮食危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是高耗能产业，一旦电力成本失控，整条供应链都会震荡。这不是遥远的新闻，这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压力。第二层，战略真空效应。当美国的军事重心全力倾斜到中东，航母战斗群、战斗机联队、情报侦察资源被大量调往波斯湾，留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自然会出现暂时性的稀释。退役将领在媒体上直言，美军的注意力正在被严重分散，而这恰恰可能被某些人视为千载难逢的窗口期。第三层，中俄同盟的加速。就像帕克10年前预言的那样，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军事、经济、外交各个层面深化合作。当美国陷入中东泥淖，中俄的战略空间自然被撑大。帕克的追随者称之为四国战争的前奏，而纳迪叶古籍中似乎也暗示了类似的多国对抗格局。第四层，美国情报评估的微妙措辞。就在3月18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2026年美国情报社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并未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但解放军持续制定军事计划及发展军事能力，以便在获得指示时能以武力达成统一目标。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微妙的措辞？目前并未计划和持续制定计划，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就像一个人告诉你，我现在没打算揍你，但我一直在练拳击，而且我已经量好了你家门口到你客厅的距离，你会放心吗？这让我想到了一个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模式，最不设防的时刻，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刻。1950年6月，北韩入侵南韩，就是趁着美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出现真空期。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演讲中把南韩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北韩领导人金日成认为这是美国不会干预的信号，于是挥军南下。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联手突袭以色列，选的是赎罪日，全国上下都在禁食祈祷，军队处于最低戒备状态。1982年4月，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就是算准英国正忙于国内经济危机，海军正在裁撤，无暇南顾。每一次突袭，攻击方选择的都是对手最不设防的时刻。那么回到2026年，台湾最不设防的时刻会是什么时候？答案可能就藏在那些预言家重叠的时间窗口里。但在继续分析之前，我想先带大家看一看台湾周边水域目前到底有多热闹。首先是台湾海峡，自从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活动就再也没有回到以前的水平。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已经从偶尔为之变成家常便饭，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的频率更是大幅增加。2025年2月，川普第二任期开始后的第一次美军通过台湾海峡，派出了约翰逊号驱逐舰和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这种自由航行行动持续刺激着北京的神经。然后是南海，这片水域简直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和仁爱礁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近年来更是不断升级。中国海警船用水炮驱赶菲律宾渔船和补给船的画面频繁出现在国际新闻上。美国一再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涵盖菲律宾武装力量和海岸警卫队在南海的资产，任何针对菲方的攻击都可能触发美国的条约义务。而就在更东边，钓鱼台列屿也不平静，中日两国在东海的领土争议从未真正解决。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台周边水域的频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方面则以加强巡逻和增加军事预算来回应。虽然目前双方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但正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未经意的军事碰撞风险不能完全排除。因为中日军事单位现在经常在极近距离内操作，所有这些火花都围绕着台湾这个中心点。台湾就像坐在一张蜘蛛网的正中央，每一条线上的震动都会传到这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2025年底发表了一份重量级报告，标题直白的令人发抖。下一次台湾危机不会像上一次。报告指出，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参战双方一定会试图在冲突的早期阶段夺取主动权和决定性优势。为了取得上风，军事指挥官将倾向于打击指挥控制设施、情报、侦察资产以及关键的基地和后勤枢纽，不管它们位于哪里。报告还警告，冲突可能会立即蔓延到近地轨道，以剥夺对方使用太空资产的能力。网络攻击将瞄准关键基础设施，从电力网格到水处理设施。换句话说，如果台海真的打起来，这不会是一场有限的局部冲突，而是一场从天空到海洋到网络空间的全维度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预言家的警告值得认真对待，不是因为预言本身有多准确，而是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场景，在地缘政治的冷酷逻辑下，并非不可想象。让我再引入第四位预言家，美国洛杉矶的知名通灵师乔迪·海文利，
被媒体称为好莱坞的御用灵媒。他的客户包括前总统、皇室成员和电影明星。他甚至曾被叫去参与辛普森案的工作。在他2026年的年度预测中，他直接点名了台湾和中国。海文利预测，严重的台风将袭击台湾、菲律宾和中国东部，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他同时预测，菲律宾的坎拉农火山将会爆发，火山灰将扩散到泰国和中国部分地区，影响空气品质和区域旅行。东南亚包括越南、柬埔寨和印尼将遭受爆洪，暂时瘫痪旅游业。更关键的是，他对地缘政治的预测，中国的空军和海军将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巡逻频率，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在川普执政期间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他还预测，川普和梅拉尼亚将在2026年4月访问中国，双方将建立重要的合作关系。同时他也提到，中国的贸易限制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影响有限。这句话暗示着台湾的晶片产业在2026年仍然保有相当的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海文利的预测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他说2026年的飓风季将特别具有破坏力，对美国的新奥尔良、佛罗里达和加州部分地区造成大范围的破坏。如果美国本土也在同一时期遭受严重天灾，那么美军的注意力和资源将被进一步分散，台湾周边的安全真空将更加扩大。注意两个关键词，不太可能和4月。不太可能不等于不可能。而如果4月真的有川普访华这样的重大外交事件，那这个月就将成为一个极其微妙的窗口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解读，任何意外都可能改变整盘棋局。还记得帕克说的4月15日吗？如果川普在4月访华期间或前后，台海出现任何军事摩擦或外交意外，后果将难以预测。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一个看似偶发的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01年4月，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碰撞，一架美国 EP-3 侦察机迫降海南岛，差点引发两国军事对峙。在高度紧张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能点燃整片森林。第5位预言家是2次荣获年度最佳灵媒头衔的美国密西西比州灵性导师吉尔杰克森。他在2025年底接受播客访问时，对2026年做出了3大预测。第一，大量的地球变化即将到来。他说，我看到土地在移动，重大的地壳变化正在酝酿中。他特别点明了日本、印尼、泰国和美国西海岸的地震风险。第二，多年来灵性讯息一直在谈论重大的水域事件，他认为这个趋势将在2026年延续。他提醒人们，请注意水域和相关的事情。第三，全球冲突不会结束，特别是俄乌战争看不到终点，但美国对委内瑞拉引发的冲突可能在年中逐渐熄灭。而事实证明，他的第一项预测几乎是及时应验的。2026年才开头第1周，全球就已经发生了近100次 4.5 级以上的地震，其中10多次超过5级，绝大多数集中在亚太地区的太平洋火环带，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尼和俄罗斯。菲律宾在1月初遭到 6.4 级强震袭击，美国阿拉斯加也连续发生多起4级以上地震。他的预测精确到了让媒体直接用恐怖预测已成真作为新闻标题。当一个预言家的前几项预测都应验了，你还敢完全忽略他接下来说的那些关于水域事件的警告吗？现在让我们加入一条科学的线索。日本的地震海啸专家多次警告，日本南海海沟已经平静了80年，正处于大地震高峰周期。南海海沟是一条位于日本南方海域的巨型断层带，历史上每隔90到150年就会爆发一次规模8到9的超强地震。根据日本官方的评估，未来30年内南海海沟发生超强地震的概率高达 80%。 如果真的爆发规模9以上的地震，预估罹难人数可能高达29万8千人，经济损失超过302兆新台币。而你知道黑潮是怎么流的吗？黑潮从台湾东部沿海一路往东北流向日本列岛。如果日本南方海域发生大规模的海底地震或火山活动，海啸的威胁将直接指向台湾的东海岸和北海岸。台湾的中央气象署地震预报中心主任早就点名过，宜兰地区的港口和出海口需要特别留意海啸风险。别忘了日本漫画家龙树亮，他从1976年开始记录自己的预知梦，
并将梦境画成漫画《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多次梦到后来真的发生的事件，包括戴安娜王妃逝世和日本311大地震。他书中记录了15个预知梦，其中13个被认为已经应验。他最轰动的预言是2025年7月5日，日本南方海域将发生海底大爆炸，引发百米海啸，影响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他甚至在梦中看到了具体的画面，海底被炸出一条裂缝，大量岩浆喷射而出，海啸的百米巨浪席卷周围所有国家和地区。更惊悚的是，他梦见海啸过后，一片陆地从海底升起，将日本、台湾、香港和菲律宾的陆地连接在一起。这个预言在2025年上半年造成了巨大的恐慌，港台旅客赴日数量在6、7月大幅下降，旅行社业绩掉了3到5成，连石川县的观光业都受到冲击。不过，研究地震近60年的学者直言，这番预测不可能成真，更表示他的研究生涯没有遇过一次预测真正接近现实。龙树亮本人也公开呼吁大众理性解读梦境，表示大家对防灾的关注是正面的现象。2025年7月5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旅日游客松了一口气。但有趣的是，就在2025年12月27日，台湾发生了规模 7.0 的地震，而在此之前，台湾已经连续112天没有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打破了平均每100天就会出现一次规模6以上地震的统计规律。换句话说，地壳的能量确实在累积，只是它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和方式释放。2025年7月5日，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旅日游客松了一口气，旅行社被吓到业绩掉了3到5成的暑假总算安全度过。但帕克把类似场景推到了2026年8月，而且换了一个更诡异的版本，不是海啸，而是毒气云。龙树亮看到的是水，帕克看到的是气。如果你把这2个预言叠加在科学家的南海海沟警告之上，画面就变得非常令人不安了。让我把所有的时间线摊开来，做一个完整的比对。3月，帕克预测全球冲突在3月中旬急剧升温，现实。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动武，3月局势持续恶化，已应验。4月，帕克说4月15日之后进入极度危险期。海文丽预测川普4月访华，如果访华成行，台海外交天平将面临重大调整，待观察。8月，帕克说8月12日是触发点，日本可能出现毒气云。多位占星师指出8月中下旬日月食组合构成爆炸性天象，国际灵媒社群将8月19日前后视为高风险节点，待观察。10月到11月，帕克的危险期延续到11月15日。帕克另外提到印度南部在10月到11月可能面临大规模海啸。88万加的追随者声称，他预言11月会有大型外星飞行器接近地球，待观察。你看到了吗？4月到11月，整整半年多的时间，被多位预言家标记为密集的高风险区间，而其中8月是多条预言线交汇最密集的月份。当然，我必须在这里加一个重要的但书，预言就是预言，它不是科学，不是情报，更不是事实。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是用16世纪的中古法语、拉丁语和普罗旺斯语混合写成的，模糊到几乎可以套用在任何年份的任何事件上。88万加的预言大多是口述传承，没有第一手文献记录，诠释空间巨大。帕克的末日先知称号本身就带着浓厚的表演性质，一个专门研究假灵媒的网站就直接指出，他的很多预测只是把去年没兑现的说法改个日期重新包装而已。但这些预言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不是因为他们一定会成真，而是因为他们折射出了一种集体焦虑。而更重要的是，抛开所有的神秘学不谈，那些硬的现实指标，军事部署的变化，能源价格的飙升，大国博弈的加剧，地震活动的异常活跃，美伊战争的蔓延，这些是任何人都能用理性去分析和评估的。那么作为生活在台湾的人，面对这些，我们能做什么？第一，关注能源安全，了解台湾的能源进口结构，支持能源多元化的政策，家里备好基本的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充电设备和常备药品。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之前就在脸书上提醒过，随时备好避难包，才能在突发状况下快速应对，不慌不忙。他们建议避难包里要装重要文件、饮用水和食物，
医疗用品和常备药物、手电筒和电子设备、保暖衣物和毯子、个人卫生用品以及手机充电器。第二，强化防灾意识。台湾本来就处于地震带和台风路径上，不管有没有预言，防灾准备都是日常必修课。了解你所在区域的疏散路线和避难所位置，手机下载地震速报和海啸警报的应用程式。中央气象署的报地震脸书粉专曾经提供过海啸来袭的4大指引，提醒民众不管任何预言是否成真，对灾害多一份关心和早一步准备都是正确的做法。第三，保持资讯素养，不要被单一的预言吓到失去判断力，但也不要傲慢地认为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历史一再证明，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往往就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多方交叉比对资讯，区分事实和推测，这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恐慌情绪蔓延的时候，假消息和阴谋论也会趁机泛滥。保持冷静的头脑，相信专业机构的分析，同时保持对异常讯号的敏感度。第四，理解地缘政治。台湾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整个印太棋局中最关键的一枚棋子。美伊战争的走向，中美关系的变化，日本的安全态势，南海的主权争议，这些看似遥远的事情，每一件都直接影响我们的安全和生活。台湾最大的战略资产是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晶片，这让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这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我们的保护伞，因为全世界都不希望台湾的晶片产能被战争摧毁，它也是一个靶心，因为控制了台湾的半导体，就等于控制了全球科技的命脉。第五，建立社区联结。在真正的危机来临时，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认识你的邻居，了解社区的防灾组织，参与地方的防灾演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动，在关键时刻可能救你一命。日本人之所以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地震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正是因为他们的社区防灾网络极其完善。台湾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第六，关注心理健康。持续接收负面新闻和末日预言会对人的心理造成严重的消耗。如果你发现自己因为这些资讯而焦虑不安或失眠，请适当的减少新闻摄取量，多出门走走，和朋友家人聊天，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预言是拿来参考的，不是拿来吓自己的。帕克在他的预言末尾总会加上一句话，纳迪古吉强调，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分享这些预言的部分原因，就是要鼓励人们发出正向的念头、祈祷和观想，以减轻灾难的冲击。他说，人类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在这场全球性的考验中，灵性的团结将是改变周围事件最强大的力量。不管你是否相信冥想的力量，它的核心信息其实很简单，做好准备，但不要恐慌。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不是为了吓自己，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帕克预测2026年将见证旧时代的最后阶段，在动荡和混乱之后，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终将诞生。他称之为伟大的觉醒。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人类确实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找到前进的力量。二战后诞生了联合国和人权宣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911之后国际反恐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冠疫情推动了远距工作和数位医疗的革命，每一次危机都是一次重塑的契机。所以也许那些预言家看到的不只是灾难，他们看到的是变革的阵痛。台湾周边水域会不会出大事？4月那天是不是真的要特别小心？8月19日前后是不是真的是爆炸性的日期？最不设防的突袭会不会真的上演？答案也许就藏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只知道一件事，在这个比任何预言都更加疯狂的现实世界里，保持警觉，保持冷静，保持希望，这3件事缺一不可。说到这里，我想再补充一个很多人可能忽略的角度。我们一直在谈预言家和灵媒，但其实在正统的学术和智库圈子里，对台湾周边安全风险的评估也同样令人忧虑。耶鲁大学教授蒋连礼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的诺查丹马斯，他用一套叫做预测史学的框架，成功预测了川普的第2次当选以及随后的美伊冲突。蒋教授在他拥有150万订阅者的频道上分析指出，
这场中东冲突可能演变成一场消耗战，美国可能因为伊朗的山地地形和庞大人口而最终陷入不利局面。蒋教授警告，伊朗已经为这样的对抗准备了将近20年，而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哈马斯等代理人组织的策略不是寻求及时的战场胜利，而是长期消耗美国的国力。如果蒋教授的分析是对的，那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将不是几周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可能持续数年。这对台湾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台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指望美国会像过去那样，在台海危机爆发的第一时间派出航母打击群前来驰援。台湾必须更多的依靠自己的防卫力量，更多的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区域盟友建立联合防御机制。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是台湾海峡之外最可能引发冲突并蔓延到台海的爆发点。报告还警告，北京似乎有信心可以用灰色地带战术，也就是利用海警力量而非正规海军来逐步巩固对南海的控制，同时将冲突升级的风险降到最低。但问题在于，灰色地带的边界是模糊的，当你每天都在推挤这条线，总有一天会推过头。台湾的国防部门和安全专家们当然清楚这些风险，但知道风险和有效应对风险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在一个美国被中东战火牵制，日本可能面临天灾威胁，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的2026年，台湾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和警觉。台湾的经济处境也在此刻面临多重压力。2025年，台湾经济受惠于人工智慧投资热潮和科技产业景气回升，经济成长率高达 6% 到7%。但2026年因为基期偏高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多数预测机构预估成长率将回落到 3% 到4% 之间。更麻烦的是，产业结构的分化正在加剧。资讯电子产业一枝独秀，贡献了经济成长的 85% 以上，但传统制造业如石化、钢铁、纺织则面临中国产能过剩带来的杀价竞争和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如果台湾周边水域真的出了大事，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对台湾经济的冲击都将是雪上加霜。想象一下，如果8月份同时发生严重台风、日本海域地质活动异常，以及中国在台海周边升级军事演习这3件事，台湾的股市、房市、消费信心和国际投资者信心将遭受怎样的打击？我不是在危言耸听，我只是在做一个简单的压力测试，把那些预言家们描述的场景和现实世界的脆弱性叠加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即使只有 10% 的预言成真，对台湾的冲击也是巨大的。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该怎么看待这些预言？我的建议是，不要嘲笑，也不要迷信，把它当作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言家们的价值不在于他们是否准确，而在于他们提醒了我们一个容易被日常生活的喧嚣所掩盖的事实：世界比我们以为的更加脆弱，和平比我们以为的更加珍贵，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为可能到来的变局做好准备。